大会报告，我们两队。各位球朋友，113年桃园的第8届联盟杯曼索垒球锦标赛8强的半准决赛，在7月6号上午要进行的第2场赛事，将是由第一组的队友豹吃对上法尼斯。法尼斯跟豹吃呢两支队伍呢都是一组的，在之前预赛都是一组然后呢在之前的分组的预赛打完的比赛结果呢，豹吃是法尼斯在这组分组冠军然后豹吃是第2那刚好在这个赛前分布里面呢，他们又是把一组的冠军跟择优的第2名在同一区，结果这两球其实在我的意思说预赛就已经对交手过了。预赛打完这场比赛呢，是法尼斯是以13-3
大比数的差距啊，不知道有没有提前结束啊，反正就是差了10分哈，击败了豹吃，所以现在两支球队这个也应该也不常见啊，就是说预赛打一场，决赛要再打一场哈。我们这场比赛还是一样邀请到了原住民桃园原住民慢速垒球联盟的副理事长翁亮章副理事长来跟我们一起欣赏这场比赛。理事长好。你好。好，这场比赛目前正式开始，豹吃担任先攻，第一棒上场打击的是李谦。今天因为这次赛程安排的关系啊，这两支队伍一组的法尼斯跟豹吃，第一天都没有排到转播场。好，这球打了一个三垒方向滚地球，三垒手接到之后传向一垒。其实，在这种有择优的比赛，有时候它是会重复到一次，还是会重复到的。对，不会说因为赛程已经排好了嘛，那就变成是说他可能在赛程方面，他有2队的择优队伍进来，然后就到时候去看他们的本身就是在小组循环的时候，他们的得分跟其他的各组循环的第2名嘛做一个比较。对，所以当他一比较出来之后，怎么又遇到？对，因为你怎么知道你是会是分？因为第1名是没问题在那边，第2名你怎么知道你是分组第2名你是第1支还是第2支、第3支的分组第2名？这个真的很难讲哈。好，所以就是命中注定大家有缘呐，就是缘分，没错。今天再打一场。好的，那现在第2棒的林小安，挥棒打击出去3垒方向，游击方向滚地球，越过3垒到游击再传向1垒，结果传偏啦。这个球其实3垒手第一时间没有办法接到哈，游击手已经是远了，已经是这个有点深远的位置了，要传过去，其实就比较辛苦一点。是法尼斯的游击手，今天比赛排的是杨正浩这个球接起来还是用，也不是正手的接的位置了，所以比较辛苦一点。好，林小安靠着一次的内野安打上垒，虽然是有点漏啊，但基本上这个球安打机会比较大啊。是。好，轮到打击的是第3棒的吴卫化。好球先给一个，吴卫化的画应该是金字边的画，比较少见。他的背号的名字不一样哦。挥棒打击，今天因为他们昨天没有进转播场哦，虽然是被3人出局，不过他背后的名字是幼萌爸，这个不错啊。这下次我少棒少让我也要叫我儿子名字的爸爸。他们对，因为其他队伍其实很多人没有秀自己的名字嘛，他们这队其实是比较特别，是有秀自己的名字的。好，第4棒的打击的是黄家安。黄家安之前1个月应该是上个月吧，6月初也来打这个桃园也有一个比赛是市长杯，好，没有记错的话，黄家安好像还拿了最有价值球员。对，黄家安以前也是一个专业球员出身，对，在台湾棒球非常有名的名字啊。大家如果印象那时候，西雅图水手队啊，没错，这个外约的签约指名啊，70万美金的签约金，印象很深刻啊。是。吴卫化被3振出局之后是2出局，那跑者还是在1垒，打击的是黄家安，目前是2个好球3个坏球满球数。好，还是一个坏球，保送上垒。那么原来在1垒的林小安被挤上2垒。豹吃在1局上半的进攻，目前虽然2出局，但是站上了得分圈。轮到打击的是第5棒的黄耀文，背号55号。挥棒打击出去，3垒方向强劲的平飞球，结果好像弹到一点手套，但是没有接到。不过这边要3垒要小心啊。好，林小安过了3垒之后，及时的刹车，靠着黄耀文这个3游方向的平飞安打上到了3垒，黄家安上2垒，黄耀文自己站上了1垒。打的大力很结实，再看一次。应该是3垒手有碰到一点手套，但是没接到。3垒手黄富生其实接的不错，接到的话这个半局就结束了，但是没有接到的话，不好意思，下一棒陈义博要上场了。
刚刚的杨胜浩去补位算还蛮迅速的，对，也很迅速啊。对这个是手背看起来是训练有素。打击出去，左外野方向的飞球，结果已经就定位了，接杀出局。哇，可惜了，3出局，最后是被外野手接杀，留下了3垒的林小安、2垒的黄家安，还有1垒的黄耀文，满垒的残垒。一局上半抱持进攻没有得分。一局的下半，法尼斯的进攻，是我露营的路友。哦，对，真的大家真的是朋友，大家是选手，但是也是朋友。对，平常会去哪里露营啊？这边啊，没有，基本上我们露营就是大家几个不同球队的好朋友，有没有？哎，像我们这一年，比较没有在录啦，前面连续几年有没有？大概1年我们都一次。1年1次。对，就是5月左右吧。就是一样是去山上嘛，我的意思是去山上，对，不见得是哪个山上，不见得哪个是自己去找，大家有车子开一起去，家人们一起去啊，对啊，全家出动，是这个棒垒球协会也可以不要只打棒球啊。然后这边第一个地棒打王家威打就出去，游击方向的接球 safe， 王家威这个球脚程跑出一支内野的安打，是在1局的下半呢率先安打上垒，其实打得不是很扎实，不过没关系。脚程够快就好。轮到打击的是第2棒的范立伟，今天的先发左外野手。没有人出局，依然在垒，机会是有的。这个球好球，放掉了。蛮好挥击的一个球。因为就只有2个好球啊，不是3个好球，所以其实好，就打击出去3垒方向滚地球，结果没接好，漏了球之后，可惜了啊！原来的1垒的跑者一口气上到了3垒，上到2垒，上到3垒没人，3垒现在没有人哦，所以是上到2垒垒包。好，王家威上到了2垒。现在打击的是第3棒的邱耀祖，那这应该也是一支安打啦。邱耀祖打击出去右半边的飞球，差点打到我们的转播摄影席在这个位置。曼垒虽然说是球很大颗，可是如果在这个很接近的位置也是有危险的。我觉得球这么大颗，所以摄影师前面也有一个这个投手的一个护网在前面。因为它出速也是很快，也是很快，也很快哈。而且是硬的，这不是软的。对，有人是打软式垒球，是打是软的慢垒。没错，我们是打硬的垒球。然后打击的是第3棒邱耀祖呢，2个好球，2个坏球，1、2垒都有跑者，没有人出局。2好3坏了。打出去中右方向的中外野手石动了，接到定位，接定位之后跑者开始跑，2垒跟1垒都跑，2垒的跑者王家威呢上到了3垒的垒包，利用这次的高飞球推进到了3垒，邱耀祖则是接杀出局，那范立伟刚刚跑了几步没有动啊，轮打击是第4棒的黄胜杰。
挥棒打击出去，又是外野的飞球，有机会吗 ？over 了 ，over 了。接掉球之后，在三垒的跑者轻松跑回来。那么范立伟是上到了三垒的垒包，靠着这一棒的深远的安打呢，法尼斯在一局下半先持得点。应该是高飞牺牲吧？是高飞牺牲打吗？有接到吗？应该有吧。接到了，那接到他那就是一个高飞牺牲打，那是第2出局数，但是还是一样啊，然后的推进。那现在在场上就只剩下一垒上的是范立伟，他没有动哈，一垒上范立伟没有动。是，但是高飞牺牲打那个是黄家安的弟弟。哦，是黄家安的。黄正杰是黄家安的弟弟，对，但他们打不同队啊。对，我刚想了一下哈，好，打击的是第5棒的第5棒的江建国，2人出局，但是已经攻下了1分。好球一个。还是坏球。好了，兄弟还是要对打好。这个球投了方向的强劲平飞球，直接传向一垒刺杀出局。杨正浩死在一垒，3人出局，结束了法尼斯在1局下半的进攻。不过这个半局先持得点，攻下了1分。比赛来到了2局的上半，轮由豹吃队的进攻。豹吃队第1名上场的是钟耀威，打出一个飞球出局。第7棒的钟耀威。接下来打击的是第8棒的苏俊杰。2局上半已经1出局，没人在垒。2个坏球。挥棒打球出去3垒方向的软弱反弹球，3垒手接到之后传向1垒，结果没接好，哇！好，那么在另外一边的 B 场地啊，目前最近比赛跟大家报告一下战况，目前北海3-0领先啊，北海3-0领先的荣龙建材。所以在另外一边也是一样哈，两边都要在同时进行的比赛。那前面应该也还有一场啊，前面应该还有一场 B 场地的比赛，因为赢到4强同时进行的，两边各打2场比赛。
等下再来问一下另外一边的前面一场比赛的战况，就知道谁先拿到了4强门票。现在轮到打击的是第9棒的张志贤。挥棒打击出去，安打。好，那现在2名跑者上垒，苏俊彦在2垒，张志贤打出安打，上1垒。一人出局，目前1、2垒有跑者，抱持目前0-1落后，所以每一棒都很重要。接下来打击的是第10棒的背号24号的林耀祖，也是今天的先发投手。挥棒打击出去蛮扎实的，能把越过了，好过了游击手这边了，不过球飞得并不远啊，所以苏俊杰并没有回来，他就是停在3垒垒包。那张志贤上2垒，林耀祖站上1垒，连续3支的安打，验出去满垒喽。现在虽然是1分的落后，但是随时有机会把比数超前。轮到的第11棒是林维强，上一场是满垒嘛，然后0分嘛。那时候2出局嘛，这是1出局，那应该得分应该是会比较大的那个机会。对哈，上半局满垒没出，满垒都没得分，就是连续2个半局攻势都不错。对，现在又是一个满垒的状况。对，那个时候是2出局了。对，这是1出局。1出局，chance更多。当然也是给投手一点压力哦，这样你投的球。很多时候在打者，除非他是特别有信心，要不然等的机会会比较多啊。对，满垒的时候，等啊，先等。还是等，等待是有价值的。等到了一个保送，那么苏俊杰就跑回了本垒，攻下了今天豹吃队的第1分。张志贤站上了3垒，林耀祖站上2垒。今天的前面一场比赛哈，在 B 组前一场的比赛结果呢，也是由本来的分组冠军韦德嘻哈哈击败4-1击败了新北原绿营棒球会，这球挥上出去打得非常深远 over 了，哇！现在满垒跑者，大家跑者一直跑啊，这局可能一个回来，2个回来，第三个停在3垒之后，结果被敌人要夹杀，结果夹杀又漏了，第3个也回来，哎呀！其实刚才有一跑者，其实搞不好一次可以回来3个啊，因为有点犹豫，就在停了。停之后呢，打者是很积极，在后面赶他，结果2、3垒在3垒之间又前后各一个跑者，很危险的，这样会被夹杀。但是结果法尼斯回传球之后呢，又没有办法把球接好，结果3垒还是回来得分了。是。所以现在张志贤回来得分，林耀祖回来得分，连林威强也回来得分了，3个回来得，一口气4分的大局。李礼谦啊，这一棒打得精彩，够深远的2垒安打，那他自己应该是上到了3垒垒包了，算是一次3垒安打好了。那这会不会是变成了这场比赛的大局呢？因为我们前面看到只要有这样的关键分又长打加上自己的守备。那一次3分4分灌进来啊，真不得了！现在4-1，4-1已经超前了。挥棒打击出去左外野方向的平飞球，结果直接被3垒手接杀。李小安这个球其实打得还蛮强劲，但是没有越过手套。接下来应该就是看法尼斯的抗压性够不够好。对，法尼斯其实还有，就是才打到2局上嘛，对，没错，应该还有机会，不过差距也不是那么大。我刚刚那一球真的还蛮伤的啦，被打就算了，然后自己手背上也没有办法完全打得好。然后不过的话，这个球打的一个本里面很软弱的球，就传向1垒。好，3人出局，这个球打得真的非常接近啊。那就原来3垒的李礼谦呢没有留下残垒，不过他那支长打一口气送回了3名队友。目前在2局上半猛攻4分，4-1超前了法尼斯。休息一下再回来。
比赛现在113年的第8届联盟杯曼苏垒球赛了8强的第2场赛事呢，豹吃对上法尼斯。法尼斯的2局下半的反攻将会由第7棒的张喜化先开始，今天也是第一次上场。前面一个半局被打了4分大局之后呢，现在变成有反攻的压力。哦，活动落空哎，好像还有一点打到手套。曼雷就只有1个击球点了。是。挥棒打击出去3游方向，三垒手一个弹跳接起来之后传向1垒，刺杀出局。2局下半，法尼斯进攻1出局。接下来打击的是第8棒吕明杰。基本上看到曼苏垒球打击的方式，好像跟棒球也有比较不太一样哈。选手尽量都是用捞打的方式把球往上捞，或者说捞不一定可以捞成高飞球，有时候也用捞的还是会打成滚地球。如果击球点没有抓稳的话，他一般如果在高球的话，有些人会用砍击的方式，也可以用砍的嘛，对，可以用砍击的方式。砍的话就一定是滚地看看高弹跳了。是用砍击是会平飞出去的用可能会平飞。投手是林耀祖，继续投他的第2局，已经是满球数。哇，这球没有投进来又一个保送。今天这场比赛，林耀祖投出的第1个保送。接下来打击的是第9棒的5号黄富生。在整个曼雷的比赛里面捕手的工作相对来讲是，怎么说比较轻松吗？也不见得哈，就是说，不见得，对，就是他可能像棒球可能要有配球，那在曼雷里面呢，捕手配球的责任就比较少了，因为就是让投手来投。在比较更高规格的比赛有没有？捕手基本上他还是会去跟投手做配球的动作。也是会配球吗？对，那配，然后顺便就是看打击的习性有没有。是，他有时候也会叫场内外野有没有做一些调整的点。是。好，现在黄富生也是被保送哈，保送以后连续2个保送攻占了1出局，攻占了得分圈。轮到打击是第10棒王家宏。挥棒打击出去左外野方向的飞球，但是见高不见远。已经落地了哈，而且就是豹吃，我们今天看起来豹吃其实选手的补位的观念都不错，就是说不管球有没有漏，基本上该站的位置三垒手就站3垒位，然后投手会回来本垒补位，基本上都做这些动作。那法尼斯跟豹吃这场比赛的获胜的队伍将会在下一场要对上前一场比赛获胜的原动力。那另外一边的 B 场地，前一场获胜的韦德西哈游会跟北海以及龙龙建材的胜队来争夺4强的决赛的门票，所以也是到稍后进行的比赛。王家宏刚刚出局之后，轮回了第1棒王家威。打击界内吗？主审比界内，他觉得是界外，主审就比界内。这个球是弹到了本垒板的前方或者旁边，
好，这个时候我们的辅助判决要上场了吗？哦，但是呢，大会报告是只有4强才有，这场是8强啊。是，好，那这个王家威这个就是第3出局数了。那既然不能挑战，那就是这个半局就在这里就结束了，留下了1、2垒的残垒。2局上半没有进攻，没有得分，目前法尼斯还是1-4落后给暴吃 Boys。我那球没有看到。这种本垒板后面有黑色那一块，对，它是延伸，好球带的延伸。好，所以那一块打到那一块算是界内吗？就是我刚刚我觉得应该是打到那一块，那拿一块之后，当然法尼斯这边的抗议是说，他已经打到外面了，他认为是打到外面，然后是不是捕手踩进来界内接球，但是那个球是在外面。不过我觉得主审第一时间就是比硬啊，就是第一时间比硬，所以他第一个反应比较快。对，那我觉得就打者来讲的话，当下他应该是打出去就是要跑，这是第一点。跑，肯定回头看一下主审是不是界内啊，或者是也不看也没关系，反正你就跑嘛。如果界外，主审会叫你回来，你。如果是界内，你就跑就对了。那到时候能不能变成安打再说哈。所以刚才我是觉得比较可惜一点。好，这边在3局的上半，暴吃第1名上的黄家安呢打出了一个平飞球被接杀，1人出局。这个又回到了我们这个说法了哈，就是说尽量不要自己当裁判呐。我当然知道有时候你自己觉得，这个球可能硬，可能out，也许你觉得你比裁判更清楚。不过就是比较可惜，因为。刚我的第一反应是，那应该先跑嘛。你跑了，如果界外就会叫你回来再重新打。那是第二个界外球吗？好像也不是，还是第一个界外球而已嘛。所以第一个对，就第一个。好，现在要打击的是黄耀文。那接了以后打跑没有就回来啊。有的话，当然那个球可能也很难上垒啊，因为就是在捕手旁边，应该他可能自己可能觉得有可能来不及，他想争取一个界外球，所以他也照着界外球的想法去做他身体的反应啊，因为他没有。王家卫其实是没怎么跑，跑了2步就停下来。是，但是主审那是硬，比较可惜这个半局啊，损失到了一个得分圈的得点圈的机会。现在轮到打击的是第5棒的黄耀文，目前球数来到满球数了，1出局没有人在垒，暴吃队3局上半进攻，目前4-1领先。挥棒打击本垒上的高飞球，捕手过来，好，轻松接杀。这个。慢垒是球从上往下掉，然后你要再打一个本垒高飞球，其实也不是很容易。不过我们今天看到了，好，黄耀文出局之后就2出局，轮到打击第6棒的陈义博，挥棒出去，投手前的强劲平飞球，投手没接到，而且也穿越了2游的防线。陈义博打出了安打，在2出局之后展开攻势。现在。暴吃是有3分的领先。那我们之前说，其实这2支球队在昨天的预赛是对过一场的比赛，像3-13啊。这挥棒打出去，2垒方向滚地球，2垒手接到之后呢，2垒出就只要抓1垒跑就没有问题，留下了跑者陈义博的残垒。钟耀威在1垒前出局，3人出局结束了3局上半，暴吃队进攻还是4-1领先法尼斯。好，我们现在来看一下前面刚才王家威前一个半局，他这个球到底是打在境内还界外？就反弹到了本垒板上空吧，应该是本垒板，因为是看第一个落地的位置啊，不是看捕手接球的位置。不是，就捕手就冲进场内来接了之后，或者说是主审是判硬，判硬的话，等于是法尼斯错过一个追分的机会了，简单这样讲。不过比赛才打到3局，3局下半呢，法尼斯第1名上来打击的是第2棒的范立伟。联盟杯8强半准决赛，暴吃跟法尼斯比赛3局下半，第1名上场打击的范立伟，第一个球坏球。还是一个坏球。今天的比赛可以说是好球不中断因为今天的比赛在
这场比赛打完之后，跟隔壁场的北海以及雪梨相思跟荣龙建材打完以后呢，就8强就全部结束了，就马上开始进行4强赛事了。好，这个球又是一个保送。今天其实豹吃虽然是目前是领先，不过其实他的领先也靠着这个法尼斯的投手啊，豹吃这个。好像是应该是第1次保送吧，这场比赛法尼斯第1次得到保送，第二次，范子前面一般有2次保送。然后打击的是邱耀祖，这样挥棒出去，安打，而且漏了一下，哇，外野的不规则弹跳，这个差距很大了。一垒跑者也直接跑了回来，前面一个半然后连打者都跑回来了，一下追回2分，哇，损失惨重啊！本来只是一支，基本上就是一支外野的安打哈，但是那个弹跳球到外野手到前面去，这确实也是心理障碍了哈，没有办法确实接补。我们再看一次，看起来这场地一定会有很多场地球，对，就是有场地球哈，就过去之后就没办法。好，那么不管怎么样，这个运气也好，大家都有机会嘛，你只要打得到外野。然后打击的第4棒的黄胜杰，现在法尼斯只有1分的落后了。好球！在1号3坏之后抢到第2个好球数，满球数了。垒上没有跑者，也没有人出局。刚刚前面就是在还没出局情况就已经先拿了2分。黄胜杰这个时候挥棒出去，拉得很远很远，还在飞，飞到哪里去了？球还在界内啊！应该是他想要飞出。应该觉得差一点就飞出去了，所以就慢慢跑，没有，他其实前半段还蛮认真跑到一半就突然跪下来，一定就可惜，还是弹回来。好 ，two base 也是还是给你了。two base 之后呢，上到了2垒垒包，轮到打击的是第5棒江建国。哎呦，结果一个平飞球被接杀。那差一点点，黄胜杰还离垒太远，幸好可以及时的回垒。one out。轮到打击第6棒的杨正浩，挥棒打击出去，左外野的飞球刚好穿越了3游，是安打那还要跑回来吗？没有，停下来，但是跑者趁传上2垒 ，safe。哇！因为本来这个球是因为在2垒有跑者的情况下，外野的杨正浩打出安打之后呢，就趁着回传本垒的情况下再冲上2垒，所以黄胜杰呢虽然只到3垒，但是呢杨胜杰看着这个机会趁传上到了2垒垒包，仍然是一出局，2、3垒有跑者现在豹吃要叫暂停了，只有1分的领先，而且对手兵临城下。随时可能1棒就超前比数。这么大的热天，突然有云，比较舒服啊。好不习惯哦，好像突然到了另一个时空，你知道那个整个那个画面那个滤镜啊，从那个白色突然变成蓝色，就突然滤镜不一样。好，这样挥棒打球，哇，这个接球第一时间没有接到，漏下来之后再传上1垒，但是也没传到。哇，是他们的想法没错。张喜华这个是内野的安打，不过我们刚刚要称赞一下豹市的游击手林小安，这个球其实高级的 pro 动作因为他们在已经趋前防守的情况下，没有太多的反应时间。我们再看一次，差一点点就接到，哇，差一点接到之后，其实2、3垒跑者还不敢跑啊，还前进蛮多的。安打上来之后，一出局满垒，打击的是第8棒的吕明杰。危机仍然存在啊！是，刚刚如果接到的话，双杀可能性也蛮低，因为跑者都来不及跑，都还在垒包附近。
挥棒打击出去，一垒方向滚地球，一垒手啊没有要 touch 接球 touch， 结果没有 touch 到，因为受到一垒往二垒的跑者影响哈，所以他没有办法很确实的接捕这个球，所以这个球算是失误吗？失误吧，好，算失误。那么原来在三垒的黄胜杰就回来了，4-4追平。二垒的杨正浩上三垒，一垒的张世华上二垒。太急了，做下一个动作。吕明杰上一垒，要打击的是自由棒的黄志生，这个球又出去又是安打，哇，这个安打跑回一个人，跑回2个，完垒的情况下，左野方向的二垒安打。那现在从平手变成超前了。这个左野方向的二垒安打就是卡包边的三垒边线，这个半局就是大局啊！现在一口气掉了5分，哇哦！而且还是只有1人出局，一二垒还是有跑者。然后打击的是王家宏，打击出去平飞球。接到之后传给三垒，好2出局。那么把从二垒往三垒跑的吕明杰给刺杀出局，2人出局。这就像之前我们所讲的嘛，谁在场上时间越久，对，那一垒还打王家宏就上一垒哈。对，好，轮回了这一段局的第一棒，王家威。这个半局整整已经打了10个人次了，是9个人次，因为法尼斯只排了10棒，从第2棒的范立伟开始打起，现在要打到第1棒。挥棒打击出去，三垒滚地球，游击滚地球之后传向二垒，好，3人出局结束了法尼斯在3局上半经过，不过这个半局打了整整1轮啊，从第2棒打到第1棒，10个人次攻下了5分，目前在这边大局5分大局之后以6-4逆转超前了豹吃。不能说分秒必争啊，对，锱铢必较啊，该要分数都是要回来。因为刚刚看了一下，对，因为跑回来5个人，留了2个残垒。
好，那确定了，刚刚在3局下半，法尼斯是猛攻5分，6比4，现在超前哈。那现在比赛打到了4局的上半，现在轮到豹吃的反攻啊，就一下之间这个半局之内哈，风云变色啊，从本来4比1领先到4比6落后，而且比赛的时间呢1分1秒的过去，我们就说在赛制的后半段被逆转是最危险的。是，那这个就轮到打击的是第8棒的苏俊杰。坏球，苏俊杰在前一次打击也挥出了安打，也就是那一波啊，上一波这个2局的时候，爆吃那个4分的大局的，就是从他开始的。挥棒打击出去左外野方向的强劲平飞球，看落点位置，结果飞的还距离不错，但是角度这个正向左外野手。4局下半1出局。接下来上场打击的是第9棒的张志贤，前一轮也是安打哈，前一轮就是在2局的时候，豹吃是连续的3支安打，然后再补上李前的1支清垒的2垒安打啊，一口气打了一个4分大局。看慢速垒球，我们的公开组的比赛是没有规定投球的球的高度哈，但其实每个投手的风格还是不太一样。不一样，对，有的人会喜欢高一点，有的人喜欢低一点。原则上觉得说高一点的球会越高投会越难打，因为你那个击球点的面积越小。对。不过其实像我们现在看到法尼斯的投手哈，邱耀祖他其实投球是算是相对比较平的啊，也相对是比较平的。不过这边他保送了张志贤1出局之后呢，豹吃展开了攻势。下一棒打击的是投手林耀祖。对，他的登录名字是林耀祖，不过看他的球衣号后面绣了一个比令有干的名字，他的原住民名字，就是原住民的名字。对。好，回棒打击出去，2垒方强劲滚球，2垒手接到之后漏了一下，但是呢，还可以双杀，哇，精彩的守备。虽然第一时间没有把球接好，不过因为接球的位置就在2垒附近啊，还有时间球接球踩垒，而且刚刚是游击手把球漏的球接起来之后再传向1垒，还来得及做双杀。3上3下结束了，豹吃就在4局上半的反攻，目前是4比6，2分落后给法尼斯。我们休息一下。不用，把背号弄一下颜色吧。背号就弄颜色就会清楚，因为这样看过去真的就是都一样嘛，就是正面是没有背号，背面还好，正面就是看不太到背号，比较小了，看不清楚。对，这一局换头之后呢，换上了徐世杰上来投球，那前面的这个林耀祖退场啊，然后呢打击的现在就是法尼斯第2棒的范立伟第3轮的上来打击。一个好球，3个坏球，还是一个坏球，一上来就投了一个保送。可能还在熟悉场地吧。我觉得这个也是比较对慢垒投手真的，我还是要说有投手的学问的，也不是一上来就好像球投进来就好，投的平的会挨打，投的高的投不会变坏球。轮到打击的是第3棒的邱耀祖，没人出局，1垒上有吹向范立伟。
前一轮就是因为安打加上对方的手背的不规则弹跳，一个场内全垒打，这种砍击的方式砍到二垒方向，二垒手传游击再传一垒 ，safe 哦，差一点点。啊，一垒跑向二垒的范立伟出局，邱耀祖上到了一垒垒包。这球因为滚动的速度比较慢一点哈，所以接到球当然还是照样来做双杀，不过就邱耀祖已经跑上了一垒的垒包。轮上打击的是第4棒的黄胜杰，法尼斯一人出局之后，跑者还是停在一垒。黄胜杰前面也是打出一支长打，挥棒出去高飞球，但是应该不够远，不是好像有没有机会接到？哦，没问题。因为不是很扎实啊，但是刚刚因为前一轮这些2位都打出了长打，所以可能豹吃的外野的手背是不是站得很比较深一点啊，所以这个球反而是打的没有吃到球心啊，所以要跑比较长一段距离。不过没关系，还是2出局。轮到打击是第5棒的江建国，2人出局，跑者还在一垒这棒拉出去左外野方向的飞球，在界内还是界外呢？在界内，而且被接杀出局，3人出局结束了4局下半的法尼斯队的进攻，留下一垒残垒没有得分，还是6-4。裁判也提醒我们了一下，好，今天比赛呢，在这么精彩紧张的比赛之后啊，现在还剩下4分钟啊，4分钟的比赛就要继续进行啊，就是比赛时间距离50分钟的这个门槛还剩4分钟啊，4局打完了。还有只要第5局开打，就因为现在豹吃是落后嘛，所以第5局开打一定让他打完。那但是要打到第6局恐怕不太容易，因为豹吃是先攻。豹吃只剩这局的反攻，应该讲就是这局反攻啊，这几分钟都一样。2分这个说多不多了，说少也不少啊，就是说你在垒球的话，如果说在更密集的那一种情况之下，如果说球员专注度还有心态好的话，基本上要反攻其实不难。对。反而是说看他们的本身的这个意志坚不坚定而已。是。对。就是当然，我想因是很，我在看到这2天的比赛，就是选手在最后会有点急啦啊！我知道我这个半局，这种心理压力，我觉得任何运动都是一样的。没错。虽然说我们今天打的算是比较偏休闲性，虽然成绩很高，但基本上我们还是休闲的哈，休闲性质。但是你在比赛的时候，你那个胜负心啊，你知道说，差一点点，那我当然希望说，因为是休闲型，我就是说大家就是轻松打，没错。打得好，我们多打1场，没错啊，或者多打2场，打不好没关系，我们今天也来这边哈，也达到了我们这个以球会友的目的了。大家也是交朋友，刚刚才说嘛，这边兄弟党还打不同队的，没错，大家都一家人呐，哈，没错。好，轮到了5局上半哈，该上场打击的是第11棒的林威强，目前是2分的落后。挥棒出去，一垒方向滚地球，一垒手蹲低，自踩垒包，1出局。打击轮回第3轮的第1棒，李礼谦前面打出过长打。喂，大会报告。今天8强的队伍都有便当，请到大会领取便当。结果挥棒打击出去，左外方的飞球，结果也被接杀。李强这个球见高不见远。便当，请到大会领取便当。以上报告完毕。好，大会宣告今天8强不管输赢没关系，我们待会都招待午餐啊。好，这一棒可能会是这场比赛的最后一棒了。有机会啊！林小安因为现在2人出局，没有人在垒，目前是2分的领先。林小安可能会是最后一棒。他今天前面2次打击有1支安打。基隆打乱拿20个便当2袋。好球，只要投进1个好球啊，接下来的打者基本上是非打不可啊。没错。比赛时间现在接近11点半了，接近中午时间。
但是我不知道，我觉得这种天气我应该都吃不下。我不知道啦，可能原住民朋友就是很习惯这种天气，哦，那种天气啊，这样大太阳中叫我吃实在是有点觉得还是要吃，还是要吃哈，要维持体力啊。对选手来，可能我还尽量还是找个阴凉的地方哈，所以地方多多少少这个补充一点能量。光是站在下面晒太阳也是很耗体力的啊！两人好，就3坏球，这球挥棒打进出去，左外野方向接杀出局。哇，在最后的半局呢，3上3下，抱持球3上3下结束了这场比赛。从4-1的领先最后打到4-6，比赛结束。由一组的冠军法尼斯在这届赛事第2度击败了抱持，不过第一场是13-3，第二场只有6-4而且比赛的过程当中真的是高潮迭起状况有领先有落后其实比赛打得很精彩跟第一场的预赛比起来是同样的一支球队不过打的结果就是不一样。那我们还是恭喜法尼斯晋级的4强，下一场比赛他们将对上前一场比赛胜队原动力来争夺冠军的门票，而另外一边则要看到韦德以及北海跟荣龙的胜队来打接下来另外一场的4强比赛，然后在下午进行的季军战以及冠军战。好的，这是这场比赛抱持跟法尼斯的比赛转播，我是郑凯，以及跟桃园原住民棒垒球联盟的副理事长翁章良跟你说声再见，拜拜。拜拜。